在这个数码时代，对90后出生的年轻人或许不知道什么是底片。底片也叫做胶片，或者是菲林，由英文 film 直接翻译为菲林。底片是一种制成影像的物料，需要由底片的相机按下快门，透过曝光，然后把画面收录在这个底片里面。在数码相机还没发明之前，影像都是以这样的方法来形成的。我手上这台相机就是一台底片相机，1960年生产的徕卡 M2。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要与大家分享这台徕卡 M2 是一台什么样的底片相机，如何的操作，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会是如何。我是70年代出生的人，算是很幸运，我见过电视机由黑白变彩色，电脑、手机及 Internet World Wide Web 的诞生，还有就是底片与数码交替的时代。以前年轻上大学时用的都是底片相机，一卷36张的底片，不像现在数码相机可以随便拍，不喜欢的可以删除掉。底片的时代，每次要按下快门都要先想一下这个场景漂不漂亮，去旅游的照片一个场景也只拍一张，好看不好看也要等到底片冲洗出来后才知道。也有时会发现原来什么都没拍到，因为底片安装错误等等的一些问题。徕卡 M2 生产于1958年至1967年，一共生产了88000台。我这台的 serial number 是1011开头。依照徕卡的资料，我这台是在1960年生产的，当年1960年也只生产了3000台。这台 M2 在1960年大约是要卖200块美金左右，今天在二手市场，像我这台的规格，至少可以卖1200块美金，最高我看过要卖2000块美金的。今天徕卡还是有在生产底片机，样子还是跟这台 M2 长得一模一样。全新价格一台要卖4500块美金左右。我这台是在日本买回来的，机身看起来还是很漂亮。1960年到现在已经有60年的历史，我算是很幸运，可以找到那么漂亮的 M2。M2 的机身是使用黄铜及其他金属来制造的，拿在手上马上可以感觉到机身很坚固，有种耐用的感觉。我是搭配徕卡的 Summicron 35mm f2 这支镜头，也是一支使用黄铜制造的镜头。这个组合看上去就让我有种莫名兴奋的感觉。徕卡 M2 是一台没有电子零件在里面的相机，是一台完完全全的机械型的相机，不需要使用电池来操作。如果你喜欢机械型的手表，那你也应该会喜欢像徕卡 M2 这样的相机。我们来看看 M2 的外观，机身顶部看上去就是那么的简单，右边就是快门的按钮，按钮的下面就有一个底片的计算器。当底片装好后，要把它转到0这个部分开始计算。每当要拍照片的时候，必须先把底片推进的杠杆拉一下，那么这个底片计算器就会显示1。意思就是说，36张的底片已经开始使用第一张，按下快门就完成了第一张的拍摄，然后再拉一下杠杆就会显示2，就是第二张，再按下快门就完成第二张的拍摄。这个是快门速度的调整钮，可以调整 B， 然后从1秒、1/2秒、1/4秒、1/8秒，一直到1000分之1秒。左边这里就是底片的回转钮，当拍完一卷36张底片后，必须把底片回转收剪起来，才可以把底片取出来。相机的正面，右边是切换 frame line 的钮，左边是 timer， 只要拉一下，底片要先推进一张，再按下这个钮，就可以开始计时。经过几秒后，相机就会自动按下快门。
相机的背面左边是光景器，放大倍率是 0.72， 光景器里面的 frame line 是支持 35mm、50mm 及 90mm 的镜头。这边有2个接口，是可以外接闪光灯的接口。然后这边有个记录底片 ISO 的转盘，当底片一装进相机后，就无法看到使用的底片是多少的 ISO， 这个转盘至少可以记录一下。相机底部就是打开相机的部位，打开后就可以看到这一片快门帘 Shutter Curtain。从相机前面取下镜头后，也可以看到这快门帘。当拍照片的时候，这个快门帘打开的时间就是依照快门速度的设定。比如说，快门调整为1秒，按下快门后，快门帘打开的时间就是1秒，让底片可以曝光1秒，把要拍摄的景色收录在底片里面。这台 M2 内部都是机械零件在操作，没有电子的零件在里面。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不过内部有很多复杂的机械零件，没有经过训练，根本是不可能自己做维修的。这里有一个零件，要安装底片的时候，必须把底片的前端紧紧地夹在这里，然后一起把底片放进去相机里面，推进一张底片，然后把底部的盖锁紧，再推进一张底片，把底片计算器调整为0，就可以开始拍照啦。前面有提到说，这台徕卡 M2 是一台机械型的相机，没有电子的部分在里面。那么要怎样去测光？ ISO、光圈及快门必须要如何依照场景的变化来设定呢？使用 M2 是有一点挑战，比如说在大白天的街上使用 ISO 400的底片，光圈及快门必须设置为多少？介绍你们一个 APP， 在苹果的手机可以下载，叫做 Lightmeter， 你可以用这个 APP 来测光。比如说，现在使用的底片是 ISO 400，光圈想使用 F2， 那么快门就是设置为125/1秒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如何做对焦？ M2 是一台旁轴 rangefinder 的相机，与一般的手动对焦系统不一样。旁轴对焦的原理很简单，只要把2个对焦的影子合成一体，那么就是完成对焦了。底片36张一拍完，就必须把底片回转收紧在原来的底片筒里面。首先把机身前面的回转钮把它转去 R， 然后把底片回转钮拉起来，顺着箭头的方向回转，直到底片完全收紧起来。打开相机底部的盖，把底片取出来。市面上还是可以买到底片，黑白或彩色都有，不过价格就越来越贵。最便宜的一卷36张的底片，马币要卖25块起跳。送去冲洗，底片扫描，把照片数码化，需要多加马币20块。完成一卷底片拍摄的成本，至少要马币45块起跳。我觉得徕卡 M2 是值得收藏的。以徕卡二手市场的价格对比 M3、M4、M6、M7 还有 MP，M2 算是徕卡价格最低的旁轴相机。要买到保养得很好的 M2 不容易，如果找得到的话，价格也不便宜。所以有缘给你遇到，要捉紧机会，不要错过。我喜欢徕卡 M2 就是因为它是一台机械型相机，不担心电子的零件会坏掉。如果万一出了问题，还是可以维修。虽然是一台1960年的相机，德国的徕卡总公司还是可以做维修的，零件都可以找得到。市场上也有一些很熟练的师傅，也都可以做维修。我这台 M2 当时买回来就是送去香港做维修，调整内部的零件，把内部的齿轮、弹簧重新校准，涂上机械油，修复相机操作的性能。喜欢徕卡相机，当然就是它的名字、它的历史，还有那个有趣的旁轴手动对焦。今天这个视频不是要鼓励大家把手上的器材卖掉，然后马上买徕卡 M2 底片相机。徕卡 M2 底片相机还是有它的劣势，比如只是手动对焦，不能自动测光，
高成本的底片，还有底片必须送去冲洗，然后数码化等等，这么麻烦，为什么还要使用 M2 底片相机？这么说好了，现在这个年代玩徕卡底片相机，就好像品尝红酒这样，不能大大口的喝，而是要慢慢的喝，慢慢的享受红酒在舌头间打滚的味道。使用徕卡 M2 变成是一种享受，一切都必须放慢脚步，测光，调整光圈，调整快门，推进底片的杠杆，对焦，构图，然后才按下快门。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。好了，今天 M2 底片相机就分享到这里。你喜欢使用数码相机，那就继续使用；喜欢使用底片相机的，也请继续使用。毕竟相机只是一种工具，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毒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嘿嘿，我是摄魔啦，摄影的摄，请按 Like 及 Subscribe。